他努力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全部甩开，坚信蓝忘机此次是事出有因的。回到房间后，他打开笔记本电脑，点开导演发给他的那部电影。电影的名字看起来很有年代感，应当是这位导演早些年的作品。魏无羡接到这次合作的过程十分匆忙，事先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了解导演的风格。这次正好是个不错的机会。虽说他重点需要学习的是其中亲密戏的部分，但为了连贯性，他收到的依然是一部完整的电影。原因也是，若是在不解前因后果的情况下，将任何一场戏割开来看，都会失去它的灵魂。魏无羡调暗了屋内的灯光，点开了播放键。这部电影的画面和拍摄手法都让他十分享受，心情也随着剧情的发展起起落落。只不过在看到后期的激情戏片段时，他还是下意识地闭了闭眼。反应过来后，他不禁失笑。自己从前开玩笑讲荤段子的时候，从来都脸不红心不跳的，怎么年纪越大，还越活越回去了呢？或许是看到屏幕里纠缠在一起的那对男女时，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己和那个人吧，所以才会觉得有些羞耻。怪不得导演让他提前适应一下，他现在的状态，若是直接在镜头前，肯定会丢大脸的。不过好在导演的水平很高，电影里的那对主角虽看似是半裸出镜，不过在各种纱帘呐、被子啊以及其他装饰物的遮挡下，主角的亲吻和相缠的画面都是极美又富有艺术感的，似乎透过屏幕，两人对彼此的爱意都能直接倾泻而出了。天生这俩人台词又好，能将观众完全带入戏中。这段戏结束后，魏无羡就按了暂停，想着导演的用意应该就是这部分了，可他还是忍不住怀疑，轮到自己的话，究竟能不能完美的完成？这不仅仅是他首次尝试大尺度戏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或许会是他最后一次和那人亲密接触的机会了。他回放了几遍，再关掉播放器，拿出剧本寻找平衡点。尝试几次失败过后，他还是决定先从台词入手。台词里的感情表达准确了，表情自然也就对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便出了自己的房间，去了外面的浴室。虽说这间双人套房的2个房间内都各有卫生间，可浴室却是共用的，在2个卧室之外，而半身镜也只有浴室里才有。魏无羡拉上房门时，特意看了一眼隔壁，又仔细听了听，发现房内毫无响动，那人应该是还未回来。算了，先练台词吧。他走到那面大镜子前，做了几个表情预热，然后看着手里剧本上划线的部分，开始一句一句的背。前面无非也就是带着一些挑衅和得意的问对方，准确来说，应该是逐字的陈述你还喜欢我。挑衅和得意的表情他自认为过关了，可是接下来这一句，着实让他有些发愁。他清了清嗓子，看着镜子里已经开始不安的自己，半眯着眼道：“你想要我吗？”他依旧是照着前几句的情绪来表演的，觉得不太对，想着是不是差了点引诱的感觉，便又压低嗓音，轻扬起嘴角，道：“老实交代，想要我吗？”看了这回镜中的自己，魏无羡更加无语了，怎么看自己怎么像是个妖艳贱货？可他的角色不是妖艳贱货呀，所以到底应该怎么表现才能不过度，实在是让人迷茫。他调整了一下情绪，把整部戏的剧情再过了一遍，沉下心来感受此刻角色的心情，发现的确是十分混杂的，既有喜悦和担忧，也有挑衅和苦痛，更多的是对对方经年累月不减半分且仍存于心的爱意，和因这爱意忍不住做出的种种引诱举动。总得说来，不过还是怕再次失去罢了。于是魏无羡决定从这点入手，深呼吸后，再次凝视着镜中的自己，用张扬的笑来掩盖角色内心的恐慌，缓缓道：“蓝警官，老实交代吧，你想要我吗？”这时，浴室门忽然被推开，魏无羡猝不及防地转身，刚好对上误闯者由担忧变为震惊的神情。短暂的几秒过后，两人皆是反应过来。误闯者先是低头说了句抱歉，就转身想要离开。见来者是蓝忘机，魏无羡更觉得尴尬了，慌忙扯住欲关门的人的衣袖，道：“蓝湛，你先别走。”事实上，工作一结束，蓝忘机就回了房间。他也同样陷入了一整天的担忧之中。自昨晚对魏婴说出那番话后，
也没有得到一个让他安心的回复。今天两人又正好没有见面的机会，一直收不到那人的消息，所以他便以为魏无羡不开心了。或许是将自己的话当作安慰，轻描淡写的听过，又或许是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话。总之，没有收到他的反馈，蓝忘机便不敢再擅自联系他。这个时间，他正好出房门，刚好看见浴室的灯亮着，走过去时，只听见里面有拍打墙壁的声音，没有任何说话声，也没有水声，担心魏婴出事，这才擅自闯入。没想到，在打开门的那一瞬，看见的正是镜中那人带着轻笑和媚意的表情说出的那句话。他一下子被激得动弹不得，甚至都忘记了应该赶紧关门离开。待到他回神，转身想走时，却被那人拉住袖口。蓝湛，你先别走。魏无羡支支吾吾，一时间只想到要先把这人留下。我是在练台词呢，你别瞎想啊。被拉住的人侧了侧身，没有回答。魏无羡又转了话题，试图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。话说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怎么先走了呀？我以为你先回来了。见蓝忘机总算说了句话，魏无羡紧张的心情这才缓了下来，接着道：那怎么也不发个消息告诉我一声啊？亏我还在片场等你老半天呢。你等我？面前的人略微睁大了眼，似是有些不可置信。是啊，后来才知道你先走了，我也没收到信息。啊，对了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导演让我看一部电影，让我多练习一下，所以刚刚我就……魏无羡发觉自己越说越偏，又急忙扯回自己想要解释的话题上。我还以为你不在呢，是不是我声音太大，吵到你了？没有，是我太莽撞，吓到你了。抱歉。那也没有。魏无羡松了口气，好不容易才跟这人聊上了几句，正在思索接下来该说什么，蓝忘机就道：既然你没事，我就先回房间了。哎，蓝湛，你等等。魏无羡抢先一步关上浴室门，背抵靠在门上，朝那面镜子看了几眼，说道：我对着这面镜子练了好多遍了，但是我自己看的话，也不知道行不行，要不……他偷偷瞟了面无表情的那人一眼，一时也看不透其内心的想法，便豁出去地道：要不你陪我吧。话一出口，他才惊觉这话容易叫人误会，又连忙补充道：试戏，我是说陪我试戏，行吗？此刻那副素来波澜不惊的面容上才突然现出一丝涟漪，紧接着他便听到那人迟疑的应道：好。这答应是答应了，可接下来魏无羡反倒不知该如何收场了。谁也不再出声打破寂静，也没有谁先有动作。他不禁暗骂自己做事不过脑子，只顾着美色当前，其他皆抛于脑后了。最后依旧是他鼓起勇气开口道：蓝湛，这里不太方便，要不去你房间吧，我房间有点乱。好。这还是魏无羡第一次来到他的房间，和他想象中的差不多，各处都是一丝不苟，齐齐整整，刻板的会让人心生压抑。